你以为凶狠毒辣的成坤是金庸笔下最厉害的反派吗？其实他只能排倒数第10，成坤。他是《倚天屠龙记》中的反派角色，还被称为混元霹雳手，而他是一个手段极其残忍的人，甚至还从开局一直坏到了结局也没有改变过，并且他为了报复明教，竟选择残忍杀害徒弟谢逊，而且还残害谢逊一家，后又挑拨6大门派去围攻光明顶。如果不是张无忌横空出手，明教恐怕就会被全灭了。但是后来在黑洞之中被谢逊戳瞎双眼，而他为了赎罪，不仅自废了绝世武功，还甘愿出家当和尚。第9，鸠摩智，他是《天龙八部》中的反派角色，还被称为大轮冥王，而他对武学非常执着，竟然选择用他的火焰刀与慕容博换取72绝技，后来又想学6脉神剑，但是该剑谱已经被烧掉了，于是他就抓着段誉这活剑谱去练。由此可见，他对武功是非常喜爱的。再后来他还想用小无相功去促进72绝技，但是到最后却走火入魔，并且武功还全部都被段誉吸干，真的是太可惜了。第8，慕容博。慕容博的实力稍微要比鸠摩智更高一些，因为慕容博的斗转星移和参合指已经练到了非常厉害的地步了，并且他还偷偷的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学会了少林绝技，还因为他在燕子屋中打败过鸠摩智，由此可见他的实力还是可以的。但是他的结局和萧远山的一模一样，也被扫地僧吊打，并且还成为了一代高僧。第7，玄冥二老，他们两个都是《倚天屠龙记》中的反派，一个叫做鹤比翁，另外一个叫做陆丈克，其中一个极其好酒，另外一个极其好色。虽然他俩是这样的，但他们的实力还是非常强的，其中的玄冥神掌更是让非常多的江湖人士心惊胆战，甚至还让张无忌吃过玄冥神掌的亏，并且还差点拿走了他的命。由此可看出他们两人是非常厉害的，就连张三丰都没有办法把中玄冥神掌的张无忌救出，也能看出玄冥神掌的威力是非常大的。第6，丁春秋，他是《天龙八部》中的大反派之一，还被称为星宿老怪，而他的表面仙风道骨，但是内心却十分阴险歹毒，还一心只研究武功，但是他的武功也追不上无崖子，于是就只能选择偷袭他的师傅无崖子，还使其终身残疾，后来又弄瞎了阿紫的眼睛，并且死在他的毒攻下的人数不胜数。第5，血刀老祖，他是连城诀中的反派高手，还极其凶恶，而他的武功也是十分高明的，并且实战经验也非常的丰富，还善于使用诡计和心理战。在雪谷对战中，血刀老祖与刘成风单挑，就因为消耗对手大部分的内力，才侥幸获胜。随后他还凭借自己的战斗经验，使出诡计干掉了另外2人，而且还使用心理战吓垮了花铁干。所以不管是谁和血刀老祖单挑，即使武功占上风，但也未必可以获胜，由此可见他还是挺强的。第4，岳不群，他是笑傲江湖中的反派高手，还是地地道道的伪君子，比真小人还要更加可恨。如果岳不群没学会辟邪剑谱的话，其武功是完全不会高于冲虚道长的，但是他下决心修炼了辟邪剑谱以后，再加上自身深厚的紫霞神功，使其功力飞速上涨，可谓是付出就有回报。而令狐冲打岳不群的时候是非常的费劲，因为到后面才发现岳不群的招式里是重复的，才勉强将岳不群打败，由此可见他也是非常厉害。第3，东方不败，他是笑傲江湖中的反派角色，而他的武功不仅高强，还谋略过人，并且还凭借着葵花宝典将武功练到了如同鬼怪的境界。而他在黑木崖一战中，即使是东方不败寡不敌众，他依然让令狐冲等人占不到一点上风，就算是华山派的剑宗高手风清扬亲临现场，东方不败依旧可以所向披靡，因为当时的风清扬年事已高，由此可见他是非常厉害的存在。第2，金轮法王，他是神雕侠侣中的反派高手，虽然金轮法王他被定义为坏人，但其本身并不是特别坏，而他的主要武功就只有一个，那就是龙象般若功，并且该武功是藏传佛教的守教神功，其威力在整个金庸小说中都可以排得上号。但是金轮法王在中原受挫之后，就立马继续练功，再次回到中原时已经练到了第10层，因此成为所有人都极为忌惮的存在。第1，欧阳锋，他是神雕英雄中的高手，而他的实战能力是非常强的，并且他没有出名的师傅，因此其武学天赋绝对是很好的。而他不仅善于独攻，其蛤蟆功更是以静制动，并且威力无穷。虽然欧阳锋一生当中也吃过亏，比如和郭靖拼的2败俱伤，但是除掉中神通王重阳之外，还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正面击败已经武功大成的欧阳锋，由此可见将其排在第1实至名归。